今天的影片有2个重点，一个就是如何使用 Shader Graph 制作出只要一张贴图就可以具有变化的火焰效果。第2个重点是如何在 Shader Graph 里面还有 Particle 进行设定，让 Shader Graph 可以在 Particle 里面作用。而这样的功能，我们可以在 Particle 里面把它称作 Dissolve over Lifetime， 也就是像这一张图所显示的，让我们可以在 Particle System 里面呢使用溶解效果，从左边的完整火焰到逐步溶解，然后到完全消失。Particle System 里面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额外制作，并且做额外的设定。那我们在一般的 Particle 里面呢，我们直接就可以去调整这个颜色，还有透明度。但如果你是使用自己建立的 Shader Graph， 你必须要在 Shader Graph 里面使用相应的 Node， 才可以在 Particle System 里面使用我刚才讲的那一些调整功能。所以如果直接打开 Particle System， 并且使用标准的 Shader Graph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话，你会发觉在 Particle System 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调整颜色，也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透明度。那更不用说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Dissolve over Lifetime 的功能。那要让 Shader Graph 在 Particle 里面可以使用 Color 还有透明度的调整的话，我们在 Shader Graph 里面要使用 Vertex Color 这个 Node。然后呢 Vertex Color 我们再用 Split 把它的 RGBA 分开，并且将主要的 A 连到我们最后输出在 Alpha 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控制它的透明度。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颜色。那控制颜色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将 Vertex Color 的 Out 直接输出到 Base Color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控制贴图。那贴图我们就需要一个 Texture 2D， 使用 Texture 2D 一定要配上 Sample Texture 2D 这个 Node。那接下来我们只要将 Sample Texture 2D 的 RGBA 输出直接跟 Vertex Color 的 Out 相互结合之后，然后输出到最后的 Base Color 就可以了。那我们存档之后呢，到场景里面看一下，换上一张彩色的贴图看看效果。那我们接下来要将背景去除，以呈现更正确的效果。只要将 Texture 2D 的 Alpha 跟 Vertex Color 的 Alpha 2个结合之后，取代原本输出到 Alpha 的部分就可以。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对贴图做一下调整，就是将原本的贴图复制到贴图自己本身的 Alpha Channel。我们回到游戏场景，那这样子很明显的已经达到了去配的效果。我们现在将 HDR 加入这个 Shader Graph 里面，让你的贴图看起来更光亮。这时候我们会需要 Color 这一个参数，并且调成 HDR 的选项，然后选择一个比较亮的颜色，或是把 Intensity 调高。那拖到场景里面之后呢，我们将 Color 这个参数跟最后输出到 Base Color 的这一条线结合，结合的时候用 Multiply 就可以了。好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 Shader Graph 储存起来，到场景看结果。那我们注意看一下场景的变化。当我们如果把它放到0的时候呢，就是它原本的亮度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加亮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 Intensity 的部分把它提高，那就会越来越亮。当然，你这个要记得，我用的效果是要开的。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Dissolve over Time 来制作溶解的效果。一般来说，要用 Shader Graph 去做出 Dissolve 的效果，并不是太难。但是如果要在 Particle 里面用 Particle 去控制溶解效果的速度还有程度，就要做一些额外的设定。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贴图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完整的，然后开始溶解到完全溶解消失。要做出 Dissolve 的效果，我们一开始会使用 Step Node， 然后呢再使用这个 Noise 结合 Step Node。那但是这样还不够，我们需要用 UV 去控制，所以我们需要使用 UV Node。使用 UV Node 的时候呢，我们要将 UV 的 Channel 就是整个分离出来，然后连到 Step Node， 那这样就可以有初步的溶解效果。最后我们将 Step Node 的这个输出连到最后的 Alpha Channel， 然后连到 Alpha Channel， 因为已经有人使用，所以我们要跟原本已经使用的那一条线结合，使用 Multiply 结合就可以。我们存档到场景看一下效果。好，那所以它有一个大概的样子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让这个溶解的效果呈现一个动态的溶解。这边先插播一下有关贴图的制作方式。最关键的主要就是在灰阶的部分。
你可以用任何的贴图，那基本上灰阶如果越丰富是越好，大概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至少要有最亮的，还有中阶以及最暗的3个部分。那大概就我是这边随便涂一涂，就是大概有点像是火焰的样子就可以了。那最后记得要将这个图放到 Alpha Channel 里面，到时候你的 Shader Graph 才可以去判别这个部分，把它的背景给去掉。接下来制作动态的溶解效果。要呈现动态的溶解效果，我们主要就会使用到 Tile Node。使用 Tile Node 的时候，我们会配合 Tiling and Offset 这个另外一个 Node， 然后输出到 Simple Noise， 就可以看到一个初步的动态。那为了要能够控制这个动态的速度呢，我们还需要一个额外的 Vector2 形态的参数。那我们这边我们就使用这个左边你可以看到的 Dissolve Speed B。那使用的时候，把它拖入场景之后呢，要跟 Time 的输出做结合，结合一样用 Multiply 就可以了。然后再透过 Multiply 呢，输出到原本连到 Tiling and Offset 的位置。那我们存档到场景看一下结果。这边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溶解的效果已经呈现动态，跟之前相比较的静态已经开始不一样。所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在 Particle 里面可以去控制它，呈现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3步骤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溶解的效果做成一个我们可以在 Particle 里面控制的。所谓的控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呈现完整的贴图，然后开始逐渐溶解，第3步到完全消失。那要做到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配合所谓的 Custom Data 这个动作。我们先到这里把这个 Custom Vertex Strings 打开，然后要新增一些东西。UV 的部分我们要使用 UV2， 然后还要在 Custom 的部分加一个 Custom One SYZW。再来就是到 Custom Data 这里把这个启用跟 Vector。那我们在 YX 的部分呢，我们把它用成曲线模式，这意思就是说在0的这个位置就是完全的贴图的显示，然后到这边是中间是这样子开始逐步溶解，到这边的时候是完全消失。那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Particle 并没有呈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到 Shader 里面去检查，看到底怎么回事。关键就在于 UV 这个地方，我们要设到 UV1。好，有了，它先呈现一个完整的贴图之后，开始溶解到完全消失。那这样子就达到一个我们要的一个初步的效果。接下来开始进一步做一些美化还有细节的调整。我们现在要增加一个新的 noise 来加强这个溶解效果的丰富感。那基本上的概念就是把这个新的 noise 叠到原本的 noise 上面。然后使用不同的速度交错展示出一个溶解的结果。所以方法跟概念跟前面一样，我们一样用一个新的 noise， 然后结合 time 的控制，然后最后2个再合并起来，输出到 step node。我们到场景中看一下效果，那很明显的效果比之前更加丰富。那最后只要在 particle 里面做像是一般 particle 的，不管是 size 啊、lifetime 啊、数量等等的一些调整，那尤其是在颜色的部分，还有就是 custom data， 就是让这个 dissolve over lifetime 可以做一定程度的控制。那自己可以另外再尝试不同的贴图，尤其是前面所讲的灰阶越丰富的贴图，可能效果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可以都试试看。